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都要来聊一个非常硬核，但又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题目。你先想象一个画面，在西太平洋的上空，美军的 F-35跟中国的歼20正在激烈对峙。在几万尺深的海面下，核子动力潜舰正在玩一场致命的猫捉老鼠游戏。这听起来很像电影情节，对吧？但其实这就是太平洋地区正在快速浮现的一种全新而且极度危险的军事困境。简单来说，就是过去几十年来，美中之间那种微妙的力量平衡正在悄悄地崩解。那后果会是什么？一场小小的意外摩擦，会不会就瞬间点燃整个区域的战火？我们有解方吗？今天这份分析就是要带大家钻进冷战的历史档案库里，从过去的经验来找出应对当下危机的可能解方，看看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全新的恐怖平衡。OK， 我们先直接切入整个问题的核心。为什么现在不管是华府那些顶尖的国防智库，还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将军们，大家口中都在谈论所谓的第一级？这个词听起来很吓人，对吧？好像是美苏冷战时期总统手上那个红色按钮一样。但其实它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现实，而且是关于常规武力的问题了。讲白了，就是在战争还没正式开打，甚至是在政治危机最紧张的时候，其中一方就利用我们常见的那些飞弹啊、战机啊，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把对方的军事力量给瘫痪掉。今天我们就是要来一步步拆解这个问题的源头，来看看这个足以引爆世界大战的恐惧到底是怎么来的。好，我们先来看这张对比图，左右两边非常清楚。过去几十年，美国在亚洲投射军事力量的方式其实非常传统，甚至可以说有点老派。就像我们在电影《捍卫战士》里面看到的那样，超大一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开到你家门口，给你压力。还有像是在日本的加索纳基地、广岛的安德森基地，这些盟国领土上那些超级大型固定的空军基地，这些力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高度可见，目标超大，而且移动起来很慢。这在过去是力量的象征，但在今天，这反而变成了它最致命的弱点。为什么？因为中国在过去20年发展出了一套完全针对这种模式的克制战略，也就是军事迷常听到的反介入区务句子，英文缩写是 A2/AD。它的核心武器就是用数量极度庞大、射程又超级远的精准飞弹来打造一个禁区。这就像古代打仗，我在城门口摆了几百台投石机，让你的攻城部队根本靠近不了。那现在呢，这些投石机就换成了东风21D、东风26这种所谓的航母杀手，让那些价值上百亿美金的航空母舰，在冲突刚开始就可能变成海上的活靶，而那些空军基地也可能在开战的头几个小时，跑道就被炸得坑坑巴巴，陷入瘫痪。我们来看这张图表，这个趋势真的非常惊人。这是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公开报告，对于过去20几年来中国常规飞弹数量增长的估计。你可以看到，从2000年到现在，那个增长的曲线根本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级的暴冲，跟坐火箭一样。在2000年初，他们的弹道飞弹可能还只有几百枚，但现在根据五角大厦的资料，光是中程弹道飞弹就可能超过500枚。而且你要注意哦，这张图主要显示的是弹道飞弹，还不包括它们数量多到难以估计的巡弋飞弹，跟超过1000枚专门用来针对台湾的短程弹道飞弹。这整个庞大的飞弹库，就是他们 A2/AD 战略的底气，也是美军现在最头痛的问题。重点来了。当你最主要的武力，也就是那些航母和空军基地变得这么脆弱，随时可能在第一波攻击中就被摧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这就产生了一个在战略上非常危险的困境，叫做 use it or lose it。中文讲白了就是要用就快用，不然等等就没得用了。你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在西太平洋的美军航母战斗群指挥官，你手心都在冒汗，耳机里不断传来情报，说危机正在急速升温，中国的火箭军已经进入高度战备。你知道你的航母坐标很可能已经被对方的卫星锁定了，几十分钟之内，数百枚飞弹就可能从天而降。这个时候你会想什么？你会想，我的航母跟飞机这么脆弱，如果我不先动手，赶快用我的舰载机去摧毁对方的雷达和飞弹阵地，那等一下换我被摧毁，我就什么都没了。
这个念头就是第一级诱因的来源，它会迫使决策者在资讯不完整的情况下，倾向于采取更激进、更冒险的行动。这个概念在战略研究里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相互害怕突袭 （reciprocal fear of surprise attack）。它描述的是一种极度不稳定的情况。这就像西部电影里两个牛仔的对决，两个人面对面站着，手都放在腰间的枪套上。A 牛仔心里想，如果我不先开枪，对面的 B 牛仔可能会先拔枪把我打死。而 B 牛仔呢，他也想着一模一样的事情。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就算他们两个人原本都不想开枪，但就是因为害怕对方先动手，最理性的选择反而变成了自己先开枪。你想想看，美军因为怕自己的航母被打，所以想先发制人，而中国也知道美军有这个动机，所以他们会想，不行，我得在美军动手制满我之前，先一步把他给制盲。双方都害怕对方先动手，结果就是两边都把手指头放在扳机上，谁也不敢放松，这就让擦枪走火的风险变得非常非常的高。你可能会觉得阿秀你讲的这些会不会只是学术上的推论呢？现实世界哪有这么夸张？其实一点都不夸张。我们来看这段引述，这可不是哪个学者写的，这是现任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轨黎诺上将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亲口说的。这位上将他可是负责整个印太地区所有美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的话绝对代表了美军最核心的作战思维。他说，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止解放军对美军使用他们的常规飞弹，而方法是什么呢？我直接引述他的话，在他们造成重大损害前，先致盲他们的部队。这个致盲是一个军事术语，指的不是真的让士兵眼睛看不到，而是去摧毁对方的眼睛跟大脑，也就是雷达、卫星、指挥中心这些侦察和管制系统。一旦这些系统被毁，那些飞弹就算再多，也跟废铁没两样。这段话就非常直白地证实了，美军高层确实正在认真地考虑先发制人这个选项，这让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第一级诱因变得无比真实。好，讲到这里，情况听起来是不是很悲观、很危险？好像美中这两个强权正开着一辆失速的火车，对撞只是时间问题。但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曾经面对过一个非常类似，甚至可以说是更恐怖的困境。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因为历史往往压着同样的韵脚。我们要从冷战时期的历史剧本里面来找找看，有没有解决今天这个难题的方案。时间我们倒转回到1950年代，当时美苏两大强权对峙，全世界都活在核子战争的恐惧之中。那时候的小孩子在学校还要练习躲到桌子底下进行所谓的核爆演习。当时的困境跟现在很像，美国最主要的核武投射力量是 B-52这种战略轰炸机，但这些轰炸机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基地里，非常容易受到苏联的核弹突袭，在他们还没起飞之前就被摧毁在地面上了。当时的战略家像是提出赛局理论的冯柳曼，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脆弱的恐怖平衡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意思就是说，这种平衡就像在走钢索一样，非常脆弱，很容易因为其中一方的突袭就被打破，然后就是全球性的核毁灭。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的战略家们想出了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先下手为强这种传统的军事思维。这个概念就叫做可靠的第二击 （Secure Second Strike）。它的核心思想其实很简单，但却非常有效。重点不是你能不能成功地先打别人，而在于你能不能保证你自己，就算被别人先打了，而且被打得很惨，也一定还有能力发动毁灭性的还击。只要你能确保这一点，那你的对手发动第一击就变得毫无意义，甚至非常愚蠢。因为他就算摧毁了你 90% 的武力，接下来等着他的依然是毁灭性的报复。这个逻辑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先发制人的诱因，把那个牛仔对决的赛局变成了一个谁先开枪谁就输的赛局。为了达成这个可靠的第二击，美国就发展出了所谓的核三位一体 （Nuclear Triad）。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系统设计，就像理财的资产配置一样，你不能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它的目的就是要让苏联的核武规划者算到头痛，最后干脆放弃攻击。第一，空中的轰炸机。在危机升温的时候，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会让一部分的 B-52轰炸机挂着核弹，24小时在天上巡逻。一旦飞到天上，它们就不断移动，苏联很难同时锁定所有的轰炸机。第二，陆基的洲际弹道飞弹，像是义勇兵飞弹，它们被藏在美国中西部那些看起来像玉米田的底下，有着非常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地下发射井。要摧毁一个发射井，可能需要好几枚核弹，这会大量消耗苏联的核武库存。第三，也是最关键、最核心的，就是海基的核潜舰，像是俄亥俄级这种弹道飞弹核潜舰，它们可以潜航好几个月，躲在全球的海洋深处，极度的安静，难以被侦测。苏联海军就算倾全国之力，也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找到并且摧毁所有的美国核潜舰。你看，这3种力量分散在不同领域，各有各的生存方式，这就确保了不论敌人怎么发动突袭，美国都绝对会有某一部分的核武力可以存活下来，发动第二击。这就让恐怖平衡从脆弱变成了稳定。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讲了这么多冷战的历史，你可能已经猜到今天的核心论点了。既然可靠的第二级和三位一体的这套逻辑成功地解决了核武时代的第一级困境，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套剧本降维，把它复制到今天太平洋地区的常规飞弹困境上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现在很多分析师提出的常规三位一体 （conventional triad） 这个概念。这就是今天整个分析的核心论点了。美国跟他的盟友现在需要的不是去发展更强大、更快速的第一级能力，去跟中国进行军备竞赛，你追我跑，那样太危险了，而是要反其道而行，建立一种全新的常规武器版本的可靠第二级能力。这个策略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的决策者在进行兵棋推演的时候，不管电脑怎么模拟出来的结果永远都是输，让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就算我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飞弹突袭，我也没有办法摧毁美军所有的反击力量，反而会引来一场我无法承受的报复，导致我的2栖登陆舰队在台湾海峡被犬歼，所以发动攻击根本不划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重建区域的稳定。那这个常规三位一体具体会长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这张投影片。它的核心原则就是把攻击性的飞弹放在更多、更分散、更难被找到的平台上。首先是空中，除了新一代的 B-21 逆踪轰炸机，还有一个美军正在大力发展的创意想法，叫做货盘化弹药。简单说，就是把大量的远程巡弋飞弹装在一个看起来像普通货柜的发射模组里，直接塞进 C-17 或 C-130 这种大型运输机。运输机从几千公里外飞来，打开舱门，把这个飞弹货盘像空投物资一样扔出去。货盘在空中用降落伞稳定之后，就开始像一个自动发射器一样，把飞弹一个一个射出去。这让每一架运输机都变成了一个空中飞弹库，极大地增加了攻击平台数量。再来是陆地，这点对台湾和日本这样的盟友特别重要，就是要发展大量的公路机动飞弹发射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LS。 这些发射车平时可以伪装成货柜车，躲在雪山隧道的壁车湾、阿里山的森林里，甚至是市区的大型停车场，不断的移动。敌人很难在开战的头几个小时就把这些移动目标全部找出来并摧毁。然后是海中，跟核三位一体一样，潜舰依然是最具生存性的平台，所以需要增加维吉尼亚级这种攻击型核潜舰的产量，让他们携带战斧巡弋飞弹，在南海或菲律宾海的水下潜伏，成为幽灵杀手。最后是支援，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更有韧性的指挥管制跟卫星网络来当作神经系统，例如 SpaceX 的星盾计划，确保这些分散的力量在战时还能接收到命令，有效运作。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聪明的观众朋友心里一定会有个问题：阿修，难道没有其他方法吗？比如说，我们不要去想攻击，我们就专心防御，盖一个像金钟罩一样的飞弹防御网，把所有打来的飞弹都拦截掉，这样不行吗？或者现在不是很流行无人机 AI 吗？靠这些新科技不行吗？
好，我们来逐一分析一下这些替代方案为什么可能不是最佳解。首先是飞弹防御，它的最大问题是成本效益完全不成比例。英美用来拦截的爱国者3型或标准3型防空飞弹，价格动辄数百万美金，但是英美供给方的弹道飞弹成本可能只有它的1/10。这就像用黄金子弹去打铅子弹一样，物理上很难，经济上更亏。最近也门胡塞组织用几万美金的廉价无人机逼得美军驱逐舰要用一枚200万美金的标准2型飞弹去拦截，这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面对中国数以千计的飞弹，任何防御系统都很容易被饱和攻击给淹没，你根本防不胜防。再来是先发制人，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选项风险极高，很容易失控。你怎么能保证你的第一击不会被对方误判为核攻击？而且解放军的飞弹设施很多都深埋在山体内的地下工事，高度分散，而且有多重备援。想靠第一击就把它们全部摧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成功率极低。最后是新兴科技，无人机和 AI 当然非常有用，特别是在侦察和辅助锁定上，但它们不能解决根本的物理限制问题。太平洋真的太大了，从关岛到台湾海峡的直线距离超过2700公里，大部分的无人机航程有限，没办法自己飞这么远。就像一位分析师说的，他们需要有人载一程才能到战场，所以他们是很好的辅助工具，但没办法取代那些能从远方投射火力的潜舰、轰炸机和机动飞弹。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数字，超过1000枚，你再看一次这个数字，而且这个还只是短程弹道飞弹的保守估计哦。你想象一下，在冲突的第1个小时，上千枚飞弹，再加上数百枚巡弋飞弹，从不同的方向同时扑向台湾和冲绳的军事基地，这再次凸显了为什么单纯依靠防御是行不通的。这不是打电动，防御塔盖满就没事了，你不可能期望能拦截下每一枚飞弹。所以下注的关键不在于你有没有办法盖一个滴水不漏的金钟罩，而在于你有没有办法让对方确信，就算攻击成功了，你剩下的倚天剑和屠龙刀也足以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好，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谈了问题的根源，也提出了常规3位一体这个可能的解方。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更宏观的问题，这个策略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要打赢一场战争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这整套战略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要去挑衅，也不是为了在冲突中获胜的，它的目标是为了阻止冲突的发生，目的是创造一个新的、稳定的常规下组均衡。就像冷战时期，美苏双方虽然拥有足以毁灭地球几十次的核武器，但正因为这种相互保证毁灭的能力，反而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从未发生直接的热战。在这个均衡状态下，任何一方想要透过发动第一击来获取决定性的优势，都会显得极度困难，风险极高，而且胜算渺茫。当攻击这个选项变得毫无吸引力的时候，和平才有可能得以维持。我们可以透过这张图来理解攻击方面面临的困境。在一个稳定的下组均衡下，潜在的攻击方，比如说北京，它会面临2个都很糟糕的选择，这就像一个战略陷阱。第一个选择是发动一场有限的第一击，打个几百枚飞弹试试水温，但因为美军跟盟友的力量已经透过常规3位一体变得高度分散，而且具备生存性，这种有限的攻击就像拿水瓢去泼一座移动的城堡，根本没办法有效削弱对方的反击能力，反而会立刻招来毁灭性的反击。第二的选择是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第一击，倾全国之力把所有飞弹都打出去，试图摧毁所有目标。但这么做首先会冒着极高的失控风险，可能引发核战，这是谁都无法承受的。而且就算冒了这么大的风险，你还是很可能失败，因为你根本找不到所有躲藏在太平洋深处的潜舰，在中央山脉里伪装的移动发射车，还已经疏散到澳洲的轰炸机。当2个选项，一个是必败，另一个是可能惨败，还可能引发世界末日的时候，理性的决策者最可能的选择就是不要动手，这就是下组被强化的过程。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问题的根源，由于中国飞弹武力的崛起，美军传统的航母和基地变得极度脆弱，这创造了危险的第一级诱因，让区域冲突的风险急速升高。第二，历史的解方，冷战时期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类似的困境，建立可靠的第二级能力，远比追求完美的第一级更有效。
核三位一体就是一个成功的历史案例。第三，今日的应用，我们需要将这个逻辑应用到今天，建立一个由生存性强的潜舰、轰炸机和陆基机动飞弹组成的常规三位一体。目标是重建下组，让任何一方发动攻击都变得不划算，从而避免战争。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思考：用建立一个新恐怖平衡的方式来避免战争，这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对吧？我们建立更具生存性的攻击武器，不是为了使用它们，而是为了让它们永远不必被使用。这种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能力之上的和平，虽然听起来很吊诡，但它会不会其实才是大国竞争时代下最务实，也最能避免灾难的道路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